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8月19日新闻头条：哈马斯同意停火协议，机电战车加深打击加沙。巴教育儿童恨游思维，也门截获医化物。国防部官方消息，国防部关注战争遗属。国防部总干事退役少将阿米尔·巴拉姆与以色列国防军阵亡军人遗属组织主席泽哈瓦·格罗斯麦丹举行工作会议。副总干事兼家庭纪念和遗产部负责人阿里耶·穆阿利姆及该组织首席执行官什洛米·纳霍姆森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铁剑战争带来的挑战，并强调需要对涉及阵亡军人遗属的立法进行全面改革。巴拉姆指出，关爱与支持阵亡军人遗属是社会和国家韧性的重要支柱。自10月7日以来的持续战争，要求为新增群体提供新方案，包括年轻寡妇与在父亲阵亡后出生的孤儿。他表示，这是国家对为保卫国家牺牲者应尽的责任。军事分析员谈巴勒斯坦教育。视频中，军事分析员瑞安·麦克贝斯以我在以色列实地了解到的情况为题，讲述巴勒斯坦儿童从小被灌输仇恨教育，被训练成仇视并杀害犹太人的思维模式。哈马斯声称接受停火协议。哈马斯官员巴塞姆奈姆宣布，该组织已接受最新停火提议。半岛电视台也报道称，哈马斯同意协议，但未明确具体条款。根据麦亚丁援引的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称，提案包括多项关键内容：以军在加沙北部和东部撤退1000米，舒贾耶和拜特拉西亚除外；哈马斯释放10名人质，以换取140名终身监禁和60名被判超过15年的巴勒斯坦囚犯；释放1700名囚犯，其中1500人来自加沙。所有未成年和女性囚犯将获释。每交还1名遇害人质遗体，哈马斯将获移交10具恐怖分子尸体。哈马斯要求更改以军在加沙的部署图，每日允许600辆卡车入境。燃料、水、电力、医院重建和清理设备将在协议生效后进入加沙，由联合国和红新月会协调，在60天停火期间进行结束战争的谈判。尽管哈马斯宣布接受该协议，但 I24 新闻报道称，其正式回应尚未提交以色列，协议实际状态仍不确定。据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外交官发言称，卡塔尔和埃及的调解在压力下促成突破，保留了维特科夫提案的 98%， 而以方此前已同意该提案。阿拉伯台援引巴勒斯坦专家称，哈马斯的同意可能旨在制造以色列内部分歧和国际压力，但调解方尤其是埃及对其施压，以避免大规模难民外逃至西奈。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表示，哈马斯突然同意讨论交换人质提议，是因为担心以色列准备发动全面攻势夺取加沙城。卡茨在与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总参谋长加米尔上将一同视察加沙师部队时强调，加沙城的陷落将标志着哈马斯的失败，因为该城是其政治领导、军事指挥和核心基础设施的集中地。人质协议争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有关哈马斯可能同意部分人质交换与临时停火的报道，称哈马斯正承受巨大压力，并表示已与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讨论加沙城的作战计划。同时，内塔尼亚胡确认已通过调解人收到哈马斯的正式回应。人质家属论坛强烈反对部分协议，称这是耻辱，批评内塔尼亚胡软弱，敦促他拒绝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只有在哈马斯被对抗并摧毁后，剩余人质才能归来，呼吁以色列必须战斗到底。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也警告，若内塔尼亚胡屈服并停止战争，将是几代人的悲剧。若以色列接受该提案，哈马斯可能随后撤回部分条款，并制造困难，
以拖延时间，并指控以色列违背承诺。若拒绝提案，哈马斯将利用这一点挑动以色列内部矛盾，并增加国际压力。以色列外交消息人士强调，必须释放所有人质，并遵守结束战争所规定的条件。受伤士兵在总理办公室前摆放轮椅，抗议部分人质协议。埃及消息人士称，哈马斯错误估计抗议能救其困境，然而事实恰好相反。人质谈判持续进行，以色列部长罗恩·德尔默与白宫特使维特科夫及卡塔尔调解人就哈马斯最新回应举行会谈，传递信息缩小了分歧，带来谨慎进展的希望。总参谋长声明，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将在加沙师部会议上表示，战争正进入基甸战车行动的下一阶段，重点是加深对加沙城的打击。他强调，我们将继续以力量和专业行动创造释放人质的条件。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也出席了会议。以军空袭加沙，加沙消息称，以军坦克在空军支援下推进至加沙城南部萨布拉社区入口，直升机在加沙东部猛烈开火，贾巴利亚地区遭空袭。阿拉伯媒体称，数百辆坦克正开往加沙，但以军随后澄清，目前并无大规模进入加沙城的行动，战斗仍集中于局部地区。哈马斯火箭发射失败，哈马斯向近加沙城镇拉阿姆发射火箭，火箭坠落在加沙境内。国际人道援助行动，根据政治领导层指令，以军和以色列领土协调局与约旦、阿联酋、德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新加坡和印尼合作，昨日空投了180份食品包裹进入加沙。加沙饥饿情况遭质疑，报道称，所谓具有饥饿象征的12人，实际上患有健康问题，照片真实性存疑。此外，视频显示约50公斤袋装面粉在加沙被扔弃在路边，因为有更好、更受欢迎的免费物资到来。画面讽刺了所谓的饥饿局面，实际需求与援助分配的真实性遭质疑。埃美介入加沙计划，消息称，华盛顿可能推动埃及参与加沙重新安置计划，并与解决埃塞俄比亚争端挂钩。黎巴嫩加强边境安保，黎军与情报部门加强东部边境夜间防范，防止叙势力渗入。美国调解黎局势，美特使巴拉克称，黎巴嫩已迈出第一步，以色列必须回应，未来或有进展。美元资金引争议，美国每年为联黎部队提供1.5亿美元资金，但被用于瑜伽训练、性别课程等，引发质疑。伊朗加紧备战，据消息称，大量俄罗斯运输机向伊朗运送防御系统，德黑兰已恢复兵力，筹备报复。最高领袖顾问萨法维警告称，另一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而在那之后将不再有新的战争。与此同时，有报道称，伊朗已从中国引进包括 HQ-9 在内的防空系统，作为石油交换协议的一部分。也门动态，非胡塞武装在也门截获一批伊朗化学武器运输。胡塞官员特别威胁埃拉特附近的以色列海军舰艇，称他们可能报复。伊拉克武装拒绝缴械。伊拉克真主党旅下属运动领导人卡比宣称，该组织即便在美军撤离后，也不会交出武器，并警告即将发动袭击，同时重申效忠伊朗。美取消学生签证，美国取消6000多份学生签证，其中数百人是因为支持恐怖主义。法大使谈巴国，法国驻以大使称，巴国必须是无军队的小国，并接受与以色列和平。恐袭未遂事件，在古什埃奇翁和比迪亚入口发生2起未遂冲撞事件，嫌犯重伤送医，以军无伤亡。以多地发生火灾，以色列阿夫拉、约克尼姆等地发生火灾，工厂与购物中心冒出浓烟。铁路故障原因公布，
铁路调查称，货运托盘未固定，损坏电缆致大范围停电。马卡比健康服务中断，贝泽克国际技术故障导致部分服务受影响。已设立国家安全学院，以色列警察总监利维宣布成立首个以色列国家安全学院。犹太家庭拟再续建定居点，来自撒玛利亚的犹太家庭越境至叙利亚，试图建立定居点，被以军移交警方。德尔默与德鲁兹领袖会面，以色列战略部长德尔默与德鲁兹精神领袖会晤，达成在叙德鲁兹地区开设人道通道共识。以澳外交冲突，以色列外长吉迪恩·萨尔宣布撤销澳大利亚驻巴代办签证，此前澳方禁止以议员入境。南苏丹人道援助，以色列宣布向南苏丹提供紧急医疗援助。军事演习，以军在红海区域举行海军演习，大量舰艇出动。以军征兵挑战，因兵力紧张，以军考虑向海外犹太社区寻求支持。高院审议红十字会探访案，以高院闭门讨论本格威尔拒绝红十字会探访案，部分法官质疑以色列监狱状况，称世界将其视作以色列的关塔那摩。美国通讯中断，以色列全国出现电话和网络故障，主要集中在撒玛利亚地区。总结，以色列推进基甸战车行动，哈马斯称同意停火交换人质，但遭以方和家属反对。以军持续空袭加沙，国际空投援助，伊朗备战，也门截获化武运输，黎巴嫩防空升级，美国埃及调解，以色列多地火灾和通信故障。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